大家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小林风味的美食频道。上次我们介绍了老莫的灌焖牛肉，今天我们说说它最著名的大列巴。我听一个俄罗斯姑娘跟我说，他们把列巴当成主食，就像我们的米饭一样，要天天见到，天天需要。她说他们的面包不咸不甜也不软，可是他们就是爱吃它。当然，由于民族和地域的不同，在制作方法和风俗习惯以及口味方面，确实各地有很大的区别。记得在北京吃过的大列巴，微微的有点口味发酸，他们说这是里面有啤酒花发酵完的结果，这才是正宗的大列巴的发酵方法。烤好的列巴，你可以蘸果酱，你可以撒果仁儿，你还可以铺上你做好的沙拉，铺上你烤好的肉，怎么吃都好吃。现在我们开始做起来，这是做列巴需要用的原材料。麦芽糖是啤酒最好的营养，把它们混合在一起，搅拌均匀，然后把它送到微波炉里叮大概1分钟左右，然后你就会发现麦芽糖已经不那么硬了，已经完全融化在啤酒里了。虽然很热，没关系，把我们准备好的牛奶倒进去，这样使它的温度降下来，然后把酵母以及盐都撒进去，让它充分混合。这样一会儿把混合好的这些液体再倒进面里的时候，面粉就会吸收得非常均匀。这是高筋面粉500克，把刚才混合好的液体一起倒进去，充分让它吸收好之后，再倒进我们准备好的25克橄榄油，还有我们准备好的燕麦片，也把它倒进去，搅拌一小会儿就可以下手把它揉匀了。听这边的东北朋友说，他们在东北最爱吃的2件就是哈尔滨红肠和大列巴。他说比这边的面包香多了，具体为什么香，哪儿香也说不清楚。现在想想，可能是发酵的方法不一样，那边更多的是用啤酒花发酵的。当面揉到这个程度，发现还有点面絮的时候，就把刚才为啤酒花降温的奶还剩的一部分倒进来，这样完全混合之后，面就非常均匀了。不必把面团揉得非常光洁和润滑，就把它揉一个大概的形状，让它在盆子里慢慢醒发。记得盖好布，让它防止水分蒸发。把这个面团我把它放进烤箱里之后，放了8个小时来醒发。各家的温度不同，热的地方可能就是发酵时间短一些。总之，你看到面团比原来大了1到2倍就可以了。然后像我这样，把它放在案板上，继续的揉，一直要揉光滑，把面揉到有筋性。看，像现在这样已经很滋润了，就继续给它搓成形，像这样搓成一个基本圆形，然后把它放在烤盘里，给它再次醒发。醒发的时候一样还是需要扣上膜，不要让它表面过于干。我是给它扣了一个木盆上去，防止它干。在等待发酵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调一个面糊，这个面糊呢是最后要刷到列巴上的，不需要很多，比如5克的面糊，那就10倍的水。你看调完应该是这个样子，把它搅拌均匀，然后放到微波炉里叮一下。
放在一边备用。在烤箱里又过了大约2个小时，看，面包长回了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把刚才调好的面糊给它刷在表面，刷均匀。把刷过面糊的列巴表面，我们需要再掸上一层面粉，这样烤过的列巴有浓浓的麦香味儿，非常好吃。然后我们把它放进烤箱，用350度烤了40分钟。一刀下去，外酥里嫩，就是没有菜，光干吃的列巴也都很满足。在北美生活的时间久了，发现这里的麦粉非常香，筋性也非常好，特别适合做面包、面条、饺子这些面食。今天的大列巴就给您介绍到这里，喜欢就试试吧。我是小林风味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您的关注。